第1位角色啊，还有第4位角色都是能养的啦，因为它在商店里面有稳定获取角色的来源，所以养上去还比较简单一些哦。然后这一位角色是奶妈哦，相当好用。第5名的角色是这一些，这是第6名的。战斗部分先给各位看一下吧。我的分配方式啊，就是2名坦克，然后外加1个刺客，然后1个远程攻击，1个奶妈哦。刺客直接抓后排打，然后坦克挡前排啊。那我们拼的就是刺客的输出能力啊，输出能力如果够高啊，基本上赢面就会很高。这是我目前使用的角色。这款游戏福利特别少，所以像这种 B 级卡，你都要想办法把它升上来，升到 A 级，甚至到 S 级啊。因为在转蛋池，你抽的角色啊，有极高的几率，它都让你去抽不一样的角色。就整个散开的情况下，你的 A 级卡只有空卡1张啊，一张 A 级卡等级上限就是100等了。接下来你要进阶啊，需要1张同名卡。像这位坦克啊，艾利芬，系统还会再给你1张啊。亚历克斯也是一样，系统会给你1张。刚刚好我有抽到，所以就可以拔河到 A 加。等级上限可以拉到120等了。然后丹尼尔这位角色啊，因为是系统送的嘛，所以很轻松就直接到 A 加了。玩了几天以后，你的等级上限到后面会卡等，所以你一定需要同名卡。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你只能从 B 级卡开始往上扬。这些 B 级卡里面啊，最推荐的就是这位角色，一开始你就会有了，加上系统也会送，你要养到 A 级以上是比较容易的。角色成长部分啊，就是一般的装备还可以去进行强化，领取挂机收益了以后，就是可以进行升级了。像这样隔了8个小时的挂机收益啊，也顶多升个几等而已啊。这是招募的部分，一开始我还是会保留钻石啊，但后来发现它福利实在是太差了，我就把1万多钻还是慢慢的把它抽掉了。然后右下方有心愿单，各阵营的这边就是看你哪一个阵营是比较缺的，你编队上场的阵营角色如果越多，你的心愿还是选那个阵营吧，不然你会缺非常多的肥料。每一个阵营有9位角色，可以让你选3位起来啊，所以4个阵营有36位 A 级角色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怎么抽啊都会不太一样，很难抽到同名卡的原因了。推主线关卡的部分啊，算是比较轻松啦，因为它可以自动的推关了。但是除了主线关卡之外，就无法自动推关了。那自动推关呢，要先达到第3章哦。我记得光一个章节至少就30关了，然后现在后面的章节关卡都40几关了，所以就算是主线放推，也要等很久。你看一下中间这里还有9至60，第9章有60关的样子哦。这一款游戏的优点是在于画面还有战斗都做得非常不错，剩下地方做的远远不行，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啦。角色的香度也算普普通通，其他地方我们做个快速介绍吧。这一款游戏有工会，最主要就是打 BOSS 啊，然后这是工会的商店，这边可以让你稳定的获取到角色，然后各式各样的商店还有竞技的商店。这边的角色啊，像这一位啊，还有这一位都是很推荐的。然后这里又有丹尼尔悬赏，这边就是派遣任务而已啦。一体诊所这边类似点天赋的，然后这游戏有等级同步。重组室这边可以一键升阶，一键合成。主要玩法分为有竞技场，还有一般的材料副本。打完了以后可以去进行扫荡，还有爬塔，下面还有属性的爬塔。所以当你用等级同步了以后，记得各属性都插个几位角色吧。当你缺了角色啊，就不是那么好爬了。然后第一层的爬塔就是正常的队伍配置，这个爬塔真的是很落伍的。当你打完了以后，它不会自动进行下一关，你必须守着，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再点下一关才行了。打完了，你看你要手动去点下一关了，这有够落伍的，100多关你要点100多次。然后还有这个玩法，像这些蓝色的标志啊，你去碰它了以后，可以拿到增益效果3选1，右上方有体力，每一次消耗5点，用光了你就要等待它慢慢的累积啊。然后增益效果是随你点的啦，如果你战斗力高，战力加成啊，你就不用拉那么高所以这边还算是挺自由的然后你就控制完体力，还有你的增益效果的选择，再去打敌人这个还蛮耗时间的因为它敌人有很多关我只是打到最后而已一次要打2层，大概花你半个小时左右吧。如果你战力高的话就会很快大概15分钟。还有旧城探索这个地方啊，就是透过战斗，红色都能打，绿色的话可以进行角色派遣拿奖励这个战斗也是很耗时间就刚刚好这个礼拜真的没什么游戏我才有办法玩5天，不然通常这种类型游戏我大概2天就删掉了，其他地方就没什么啦。总而言之这款游戏我个人是觉得稍显普通了一些啦，唯一的优点部分就是战斗比较好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吸引人的玩法出现然后很多玩法明明可以扫荡或者是跳过的，它就要让你卡在线上耗时间，可能有一天你会突然想通，突然就氪金下去了，因为被这款游戏无聊又烦闷的日子所打动，然后你就莫名其妙氪金下去了，那游戏商的目的也达成了。好了，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吧，大家拜拜。